穿进恐怖游戏，身带破文系统的我，同时遇到3个副本 BOSS。在其他玩家疯狂逃命时，我主动缠上阴质少年的蛇尾，拨弄着清冷人鱼的鳞片，看向露出尖牙的病娇吸血鬼，一个一个来，还是3个一起。刚结束破文攻略任务，脚踝还绑着3个男主的领带，我却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再度醒来，眼前有些模糊。一道冰冷的电子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欢迎玩家桑莫进入恐怖游戏甜蜜血色。游戏副本共有3个，当前副本玫瑰古堡，副本玩家7人，任务存活24小时，并找到通往下一副本的钥匙。警告：若任务失败，玩家将被现实和游戏双重抹杀。浓雾散去，机械声戛然而止，一座诡异绮丽的古堡出现在我眼前。刚从坡文出来，又穿进了恐怖游戏。打工人996都没这么累。我揉着酸痛的腰起身，后颈忽然一凉，似乎有什么液体滴到了肌肤上。我伸手抹了下，下意识抬头，瞳孔霎时间缩起，腿一软，险些瘫倒在地。头顶茂密的藤蔓丛挂着几十条断腿，黏腻的黑血拉丝滴滴答答在地上晕开密密麻麻的泥洼。新手玩家，一个黑皮糙汉扶了我一把，面无表情瞅了眼上方，他身旁还站着2男3女。娃娃脸的娇小女生十分兴奋，哇靠，我最爱的古堡副本。小点声，古堡副本的 BOSS 是个吸血鬼，现在把他引来就完了。他身旁的金发眼镜男皱着眉头提醒我，讪讪一笑，谢谢，我叫桑莫，第一次来。菜鸡，别拖我们后腿。娃娃脸女生打量着我，语气讥讽。我没有搭理她，目光全落在了黑皮糙汉紧致的肌肉上。哦豁，我上次攻略的破文男主有一个也是糙汉，那滋味。啧，直播弹幕七嘴八舌，这些人完全状况外呀，估计活不了多久。他那眼神我熟，跟我看腹肌男一样，黄的不能再黄了。这游戏3个副本都是地狱级的，好像没人能通关，祝他们好运吧。古堡大门缓缓打开，伴随着年久失修的吱呀声，一股潮湿腐败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脚下是大片玫瑰，鲜红似血，散布着无数碎骨残骸。哥特式的建筑砖瓦破败，城墙铺满青苔，几只乌鸦站在房顶木架上低鸣，更显诡异。走快点，磨磨唧唧的，后背被人推搡一下，我脚一趔趄，绊倒在玫瑰丛中，尖锐的荆棘划破了我的肌肤，身上霎时出现几道血痕。我抬头看见那张满是不屑的娃娃脸，要走前面你自己走，犯得着推我吗？我冷着脸起身，谁知道你一推就倒，穿的又那么少，活该。他白了我一眼，径直离开。其他玩家只是扫了我们一眼，继续探索着古堡。游戏世界优胜劣汰，弱者得不到同情，真是无情，好歹也是一个团队。我擦了擦小臂的血，叹了口气。破文女主体质，一推就倒，一碰就回南天，能活下去就不错了。场外弹幕也满是嘲讽，看她那柔弱小白花的样子，真不知道她怎么来的恐怖游戏。比起柔弱小白花，我还是更喜欢暴躁萝莉。等等，先别管这个桑莫了，你们看古堡顶楼的窗户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闪过？我也看到了，好像是一点红光。不是红光，我找回放看了，那是一只眼睛，红色的眼睛。与此同时，周围的藤蔓像是有了生命，猛然疯长，将所有人包围在阴影下。刺啦刺啦的声音在寂静的古堡响起，一只冰凉的手忽然抚上我的大腿，我一瞬间头皮发麻。面前半跪着一个黑色燕尾礼服的男人，他慢慢抬头，五官棱角分明，肌肤苍白的近乎透明，显得红唇愈发艳丽。一只黑色眼罩遮住了他的左眼，右眼微微上挑，压结纤长，笼罩着血红的瞳孔。你的血好甜。他舔了舔我腿侧的血，唇角一弯，露出了一对尖牙。古堡副本的 BOSS 苏醒了，怎么这么快？虾兵蟹将还没出场，大 BOSS 先出来了。有一说一，吸血鬼的颜值还是在线的。洛斯大人也太帅了，分分钟把你吸成干尸，还帅吗？乔豆麻袋，我怎么有点磕他俩？娇弱白花和吸血鬼王爵，我先磕为敬。楼上的什么都磕，只会害了你们。我的大脑有一瞬间宕机，猝不及防的脑中冷不丁出现一道熟悉的声音。嘛嘎，宿主，又是我，嘿嘿。恭喜宿主解锁新一轮攻略任务，攻略对象甜蜜血色3个副本大 BOSS。PS 破文老规矩哦，祝你好运。我闭了闭眼。杀千刀的破文系统。好消息，在恐怖生存游戏获得了不死之身。坏消息，不死之身不是用来生存，而是用来和副本 BOSS 做饭的，还是1v3那种。身下的男人缓缓起身，优雅地伸手扼住我的下巴，迫使我与他对视。我收回心神，伸手攀着他的脖颈。你真好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男人有些错愕，却还是绅士一笑。洛斯。洛斯，你多大？洛斯垂眸，瞳孔变得暗红，在我下巴的手慢慢下移，捏住了我的脖颈。
细长苍白的食指在娇嫩颈脉摩挲几下。刚满1000岁，我拽住他的领结，凑唇吻去他嘴角血色。乖乖，我问的可不是年龄。吸血鬼是人类体型的2倍，那里是不是也弹幕疯了？好色好色，嘶哈，喜欢，爱看。啊！他在干什么？他不会以为这是言情小说吧？你没事吧，大姐？恐怖游戏你犯花痴？吸血鬼眼睛便暗示他要吸人血的预兆。美女，快跑吧！再不跑就变干尸了。在我专心和吸血鬼 BOSS 调情时，一个短发女生忽然暴起，不知从哪儿掏出了一袋蒜泥，捏成球朝着洛斯砸过来。看我蒜泥大军！嘿！洛斯脸色霎时黑沉下来，暗红瞳孔变得更暗了。他松开我，闪到短发女生身侧，利落地扭断了她的脖子，血红的瞳孔露出厌恶之色。你的血是臭的。此时，黑皮糙汉手拿火把将周遭的藤蔓荆棘点燃，烈火如云，藤蔓吃痛退去，强烈的阳光投射而来。洛斯苍白的肌肤倏然笼上一层阴影，大片暗纹从脖颈处向脸颊蜿蜒。他抬眸看了我一眼，转身隐没在古堡深处。午夜降临，洛斯没有再出现，距离任务结束还有5个小时。刚损失一位队友，剩下的人情绪有些低沉。我欲哭无泪，谁能懂一个人打2份工的苦？古堡副本的 BOSS 是吸血鬼洛斯，还有其他2个副本，分别为海底宫殿和迷雾森林。海底副本 BOSS 是一条人鱼，而森林副本 BOSS 是一条9头蛇，加上古堡的吸血鬼，3个都是非人。这算是我攻略生涯中最具有挑战性的3位男主了。我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。姐姐，我有东西丢了，你能帮我找找吗？胳膊被人戳了下，一道稚嫩童声响起，我汗毛瞬间立起。玩家里面根本没有小女孩，距离上一波诡异女仆的攻击才过去没多久，新的东西又出现了。我瞟了眼身旁，穿着裙子的无头女孩静静站着，脖颈处的切口整齐，不断上冲着粘稠的鲜血。我一边摇醒身旁瞌睡的队友，一边应和：那你听话吗？听话姐姐就帮你。听话。好，听话，咱不找哈。无头女童沉默了一下，突然尖叫嘶喊起来：我的头呢？我要找我的头！你快帮我找我的头！其他玩家轰然起身，四处逃窜。快进玫瑰园！他没头，找不到出口。金发眼镜男大喊一声，带着我们跑进了玫瑰园深处。玫瑰园像是一个大迷宫，荆棘遍布，我的脚踝被划了许多道细小的血痕。玫瑰香气和一股腐败腥臭的气味交织，令人作呕。无头小女孩暂时被挡在外面。天快亮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大家有些丧气，脚下不知踩到什么骨头，酥脆的一声，却令我脑中一闪。下一个副本是海底迷宫，进入海底迷宫的钥匙应该和海有关。古堡中和海有关的，只有刚进玫瑰园看到的那具鱼骨了。见过了吸血鬼 BOSS， 不如去认识下那条人鱼。我找到钥匙了，我举起那具鱼骨，来到其他人面前。恭喜玩家桑莫找到通往下一副本的钥匙。机械的电子音凭空响起。哇靠，这个新人挺聪明啊，人家很厉害的好不好？没玩多久的新人，见到鬼童都已经可以面不改色了。敢调戏古堡 BOSS， 他果然色胆包天。我看好他。娃娃脸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狗屎运，真让你给装到了。我无语至极，也懒得搭理他。钥匙已经找到，只要再坚持3个小时，古堡副本就通关了。除了战损的短发女生，玩家还剩6人，全都聚集在玫瑰园深处那扇简陋的木门旁，那就是通往海底宫殿副本的门。月光阴冷，不时有几只乌鸦节节飞过，众人昏昏欲睡。我眯着眼，突然感觉整个人晃晃悠悠的，有些晕，鼻尖涌上一股海水的腥气，夹杂着泥土的味道。一睁眼，眼前景象将所有人定在原地。木门不知何时被打开，血红的海水和长满触手的怪物不断涌入。身旁的场景早已不是玫瑰园，而是一片隐秘的森林。硕大的食人花咀嚼着断壁残枝，长蛇沾满粘液和血液，浑身恶臭。森林深处，玫瑰古堡不断飞出大批乌鸦，藤蔓缠绕的白花花的断腿像是有了生命般直冲我们而来。还有那个诡异女仆抱着无头女童，笑嘻嘻地靠近。所有人惊住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副本还没通关啊？怎么海底副本怪物出现了？不止海底副本，迷雾森林的食人花也来了，还有古堡啊！游戏出 bug 了吧？怎么3个副本同时出现？3个副本合成一体 ，vocal， 那得是 SSSS 加的难度。这么说，那3个副本 BOSS， 快看 ，BOSS 都出来了！我为他们默哀。只一瞬间，洛斯从古堡里闪到我面前，皮肤更白，唇也更红。嗨，又见面了！我展颜一笑，冲他勾了勾手。突然，森林深处的浓雾中走出一个眉眼阴厉的少年，他身下的蛇尾长而卷，发尾是8条蛇头，吐着艳红的蛇信子。
另一边，海底无端掀起一阵大浪，翻涌的浪花下，一个清冷柔美的人鱼少年出现。蓝色鱼尾的鳞片映着月光，波光粼粼。一向镇定的黑皮糙汉和金发眼镜男的脸瞬间变得煞白，更不用说其余玩家，几乎是嘶喊着抱头鼠窜。我眯了眯眼，打量着迎面而来的3个飞人，大的、长的，还有一个看起来可以被我欺负到哭。挺好，3个凑齐了。在所有人惊悚的目光中，我起身，主动缠上阴鸷少年的蛇尾，拨弄着清冷人鱼的鳞片，看向露出尖牙的病娇吸血鬼，一个一个来，还是3个一起。弹幕彻底炸了，这姐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？她要1打3吗？我看不像1打3，倒像是1v3。确定这是孔游？怎么有种隔壁乙游的感觉？摸鱼尾是调情吧？哦莫，人鱼弟弟的鱼尾都快红透了。桑莫，你居然敢 go in 大 boss 们，简直是 big damn！ 指尖所触的鳞片变得有些灼热，再看那条人鱼的蓝色鱼尾，隐隐透着粉红，我不禁失笑，这还是一条纯情人鱼。也对，毕竟这是孔游，我应该是第一个敢对孔游 boss 耍流氓的玩家。有意思，又来一批送死的。蛇尾少年斜瞥一笑，扫视一圈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，望向我身旁的人鱼，喂，你尾巴挺好看的，就是有点短。孔游系统介绍过，3个副本各为一个世界，3位 boss 从没见过彼此，在他们眼中，除自己之外都是外来侵略者，敌意不是一般的大。人鱼少年猛一扇动鱼尾，退到礁石中央，表情冷冽。第一，我不叫位；第二，尾巴长短都不重要，因为他掀起一阵巨浪高墙，席卷森林，马上就要死了。一鱼一蛇打得不可开交，其余玩家缩在角落瑟瑟发抖，而另一头的洛斯扫了他们一眼，径直朝我走来。虽然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洛斯扼住我，尖牙微微嵌入我的脖颈，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独享猎物。洛斯大人终于要大吸特吸了吗？虽然但是怎么感觉他俩这么色呢？我真的要笑死了。这边搞色色，另外那俩 boss 一个没头脑，一个不高兴。我要在恐怖游戏里笑用了。四周一片混乱，脖颈霎时刺痛无比。天杀的，虽然我不会死，但我会疼啊。玛嘎，宿主宝宝，忘记告诉你了，由于这次的攻略对象是孔游 boss， 难度较大，所以我贴心的将你的娇嫩小白花躯体撤回了，宝宝加油哦。系统聒噪的声音此刻却听起来无比悦耳，我感觉四肢涌上一阵酥麻的感觉，熟悉的力量感充盈全身。我忽地抬起右臂，曲肘猛击，趁洛斯愣神时躯体弓腰蹬膝，最后一个背摔将他猛摔在地，然后一把扯住蛇尾，砸晕了礁石上的人鱼后，将他们3个捆在食人花的粘液下。所有人都被我这行云流水的操作搞懵了，针对我的娃娃脸女生也怔愣地看着我，有些尴尬。实话说，在被坑爹的系统拐去攻略之前，我是一个纯正的黑皮体育生。我没看错吧？桑莫真的1打3了，合着他刚开始是扮猪吃老虎啊，这也太猛了！游戏还没通关 ，BOSS 先被打趴下了。3位令人闻风丧胆的孔游 BOSS 被我整整齐齐绑在一起，依次排开。宿主宝宝，你这招真是太绝了，软的不行，就霸王硬上弓，不愧是天选破文女主。系统激动坏了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他们见面就打架，还有一个总想吸我的血。果然，男人只有被钉在墙上才老实。宝宝已经接触了3位男主，现在可以查看3位男主的好感度了。系统话音刚落，我眼前出现一道空虚的显示屏。吸血鬼洛斯，目前好感度 50%； 人鱼灵，目前好感度 30%； 九头蛇白鲫，目前好感度 90%。宝宝，任务才开始你就快攻略完成1个人了，你真的，我哭死。等一下，我特意放大最后一条，确认自己没有眼花，的确是清晰的 90%。我还什么都没做呢。人手蛇身的少年悠悠转醒，一双锐凤眼微微上挑，饶有兴致地盯着我。宝贝，你好凶，不过你可以再握住我的尾巴抽打我几下吗？弹幕，不是，烙铁你，这谁设计的游戏？孔游 BOSS 居然是个小爱慕，笑死，解锁了副本 BOSS 的隐藏技能，求抽打6，还给他打爽了。不过这倒也符合破文读者们的口味，理解理解。我握住粗长的蛇尾，热了下身。蛇宝宝，姐姐下手可不会轻哦，绝对包爽。她赤着上身，小腹肌肉紧实壮硕，散发着诱人的光泽，活脱脱孔游男菩萨。啪！我一尾鞭下去，耳畔一声粗喘，整个世界突然涌现强光，像机器故障般发出滋滋电流声，随后归于宁静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玫瑰园的木门前。海潮退去，森林也消失无踪。一阵嘈杂后，熟悉的机械声响起。很抱歉各位玩家，游戏刚刚悠出了 bug， 副本世界发生混乱，现已修复。恭喜各位玩家通关玫瑰古堡副本，积分将在稍后发放，可用于兑换道具。下一副本
海底宫殿。任务：得到人鱼 BOSS 的眼泪，并存活24小时。木屋吱呀一声打开，门后蓝色大海深不见底。我跟着队伍走了进去，眼前一座巨大的海底宫殿。虽是白天，但宫殿被层层水草覆盖，显得破败阴暗，诡异至极。海底深处不断传来呜咽哀嚎。此情此景，对于深海家居物恐惧症的我来说，不是很友好。我们一行人沿着冗长的石阶慢慢上行。妹子，看你瘦瘦的，身手不错呀。黑皮糙汉主动过来跟我搭话。我笑了笑，哪里，也就练过20几年而已。娃娃脸翻着白眼从我身边走过 ，Strong 姐。黑皮糙汉无奈一笑，别搭理他，娇气公主。对了，一直没来得及介绍，我叫周月，总呛你的那个女孩叫沈小一，还有那个金发戴眼镜的叫林天。我们3个认识，剩下的我也不太熟。我点点头，那我叫你周月哥吧。一番熟络下来，周月像打开了话匣子，絮絮叨叨给我讲着他们3人小队以往的战绩。我正听得津津有味，深海中忽然一声巨响，先前看见的触手怪物从天而降，数不清的黑色触手不断分泌着粘稠物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快跑！惊愕一瞬，众人慌乱地往楼上跑。周月从背包掏出一柄长刀，扔给了我，桑莫，给你武器。我利落接过，砍断即将贴近我的一条触手。那节断裂的触手在地上扭动几下，身躯猛地膨胀数倍，长成了一个新的怪物。怪物穷追不舍，触手卷住2个玩家，将他们瞬间撕裂，爆开一捧血雾。众人大惊，赶忙拐进了一条长廊。宫殿长廊狭窄阴暗，触手怪身躯太大，无法进入，只有细长的黑色触手在长廊游离。一个长发女孩拉着我进了一间房间躲避，门缝处的阴影停留片刻，猛然消失。空中弥漫着一股血腥气，身旁的女孩忽然背身，肩膀耸动，似在哭泣。我戳戳她的肩头，姐妹，别哭啊，怪物好像走了，我们躲好，不要出声，应该不会被发现的。真的吗？她声音有些嘶哑。我忽然意识到不太对劲，剩下的2个女玩家似乎都是利落的短发。那这个长发女人是？女人缓缓转身，头发散乱，眼眶没了眼珠，只剩黑漆漆一片空洞，还往下淌着血泪。再往她身下看去，是人参和腐烂的鱼尾从中断开，只剩一丝皮肉相连，脓血流了一地。卧槽！那一刻，我一声国粹脱口而出，下意识急退数步。女人鱼支着身子，慢慢朝我爬过来。躲好了，就不会被发现吗？为什么我躲好了，却还是被找到？人类，恶毒的人类！我要挖了你的双眼，砍去你的双腿，让你也尝尝被折磨的滋味。他情绪愈来愈烈，空洞的眼眶不断涌出鲜血。忽然，伴随着咔嚓一声，女人鱼脖子一歪，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倒在了地上。她身后，熟悉的身影令我瞳孔微张。桑莫小姐。洛斯迈着优雅的步伐靠近，肤色白得似雪，红眸闪着诡异的光。我选中的猎物是逃不掉的。我仰起头，闭眼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。洛斯，我不逃，你吸我的血吧，我甘愿给你吸。救不了你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。洛斯明显僵了一瞬。救我！我偷偷睁眼，打量着洛斯的神情，继续胡扯。你身负诅咒，被困在这世界1000年，我就是来救你的。救不了你，我也得死。如果你不信，大可以把我吸成干尸。像洛斯这种孤独缺爱又带点中二病的男主，这种说辞应该可以唬住他。既然他跟来了海底，这种恐怖刺激的氛围中容易滋生爱意，况且还是免费的猛男保镖，我可太需要了。尊都假都，他来孔游拯救大 boss， 我就觉得这个桑莫和别人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，他真的拿的攻略剧本啊。吸血鬼 boss 为他都来了海底副本，环手撕诡异救了他，这不就是言情小说的桥段？洛斯站在原地，垂眸看着我。我慢慢上前，轻轻握住他的手。洛斯，你真的不想摆脱诅咒，重见光明吗？他皱眉，红眸闪动几下，要怎么做？爱上我。我伸手抚过他的喉结，踮起脚尖，在他唇畔落下一吻。男人身体有一瞬间的僵硬，心跳声从胸腔传来，砰砰作响。脑中系统兴奋的声音传来，宝宝，洛斯的好感度上升了10%。没等我进行下一动作，四周物品突然颤动，房间大门抖个不停，彻底裂开。幽深的海底掀起一阵飓风，海浪呈螺旋状翻涌，吞噬着周围的一切。当心！我拦在洛斯身前，挡住了飞石。飞石尖锐，我的胳膊被擦出一道血痕。洛斯垂眼，红眸微微变暗，看向我胳膊上的血迹。我拉起他的手，先离开这里。其余玩家出来时，看到我和洛斯，面色大变。名叫林天的金发眼镜男颤颤巍巍开口：不是通关了古堡，怎么吸血鬼 boss 又……我摆了摆手，别管了，被卷到海柱中间就是死，先想办法躲一下。你们有见到什么石洞密室之类的地方吗？我知道。娃娃脸大喊，宫殿石阶底下有个铁门，好像是个地下密室。铁门后是深一层的海底，海底中央躺着一艘废弃巨轮。见惯了随时出现的诡异怪物，人人风声鹤唳。
洛斯仍气定神闲，一派优雅，只偶尔盯着我，眸光晦暗。我们打算去巨轮上看看有没有人鱼 BOSS 的踪迹，或者能躲藏的地方。刚踏上巨轮，我眼前就一阵强光，耳边嗡嗡作响。再睁眼，废弃巨轮却满载乘客，行驶在海面上。我身体有些麻木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束缚住。正想揉腿起来，却赫然发现我原本的腿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血淋淋的鱼尾。几个健硕的男人站在我面前，不断甩动手中的钩子。看他们的打扮，像是这艘巨轮的船员。我看向周围，加上我，甲板上一共躺着6条伤痕累累的人鱼。我在那些人鱼的头顶都发现一个虚影头像，对应着游戏的6个玩家。妖嘎！为了让玩家身临其境，游戏还有 cosplay 环节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变成人鱼更容易找到人鱼 BOSS。扫视一圈，我没有发现洛斯的踪迹，也许他并未进入这个场景。给你们10分钟躲好，别再被我抓到哦。一个中年男子阴笑着开口。游戏设定驱使，变成人鱼的玩家们不得不遵循剧情，一个接一个跃入海中。人鱼身躯不受我控制，只不断地向海洋深处游去，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心中强烈的惧意。其余玩家也是神色样样，想必也是感同身受。人鱼游速飞快，一转眼便没入海底数丈。不知游了多久，我身下忽然剧痛无比，仰头看去，无数带着倒钩的长剑精准地刺穿了我的鱼尾，尾部鳞片上隐有红光闪烁，是定位器。我捡起一枚掉落的鱼鳞，忽然想起宫殿房间那条女人鱼，难怪她说她都躲好了，还会被发现。恶劣的捉迷藏游戏，代价是人鱼的生命。鲜血染红了大片海水，海底深处猛地掀起一阵飓风，海啸的声音夹杂着尖锐的哀鸣。杀！滔天巨浪中，一个蓝色身影尤为清晰。心口一痛，长剑刺穿我的心脏，我沉入海底深处，口中不自觉呢喃着一个名字：灵。蓝色鱼尾千疮百孔。我躺在一个少年的怀中，无力地抬眸，最终化成了一片泡沫，消散在蔚蓝深海。她叫莎，是人鱼族最小最温良的公主。曾有一艘渔船突遭暴雨，渔民落入海中，善良的莎救了他们。谁知他们竟在莎身上装了定位器，带着大部队追到了人鱼生活的海域，然后大举捕杀，不仅拔鳞吃肉，还折磨虐待，满足人类变态的私欲。莎被人类残忍虐杀，死在少年灵的怀中。人鱼族一生只认定一个伴侣，倘若伴侣身死，另一只人鱼将会孤寂1000年，直至死亡。灵是存活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只人鱼，他一直悔恨自己没能救下莎，执念成眼，生出无数触手，暴力嗜血。这就是海底副本的故事。桑莫，醒醒！耳边传来男人低沉的嗓音。一睁眼，我又回到了废弃巨轮之中。洛斯蹲在我身前，沉声唤我：怎么哭了？做噩梦了吗？我伸手想摸下脸颊，恍然发现我的手心躺着一枚沾血的蓝色鳞片，心口阵痛。我抱住洛斯，静默良久。吓死我了，没有腿的感觉真难受。哎，那些人鱼真是可怜，难怪宫殿那些诡异人鱼怨气那么重。众人悠悠转醒，一脸惋惜。沈小一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嘴里嘟囔不停，不就是进入幻境走一遍剧情，至于这么矫情吗？周月杵了他一下，小一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总针对桑莫干什么？沈小一没好气地撞开他，要你管。我从洛斯怀中起身，看了眼腕表，先别拌嘴了，看看时间，距离任务结束还有不到半小时。众人神色严峻，触手怪又出现了，不给我们喘息时间。巨轮上方被大片阴影笼罩，无数触手舞动，直冲我们而来。林天有些激动，扛过这一波也不是办法，得拿到人鱼 BOSS 的眼泪才能通关啊。怪异的是，黑色触手像浓雾一般将我裹住后渐渐散去，眼前是个金发金眸的少年，如冬日冰雪，洁白清冷。他摆动蓝色鱼尾，在我面前停下，眼帘低垂，微微张开薄唇。莎，我终于救下了你。随声而落的是他眼角的一颗晶莹泪珠。与此同时，机械的电子音响起，恭喜余下4位玩家通关海底宫殿副本，即将进入游戏最终章。Vocal， 怎么回事？他怎么通关的？人鱼嗅觉挺灵敏的，桑莫手中好像有一枚莎的鳞片，灵可能是把桑莫当成莎了。他也算是误打误撞吧。不过 U1S1 灵和莎的故事好凄惨，每次看到我都会心疼。是啊，希望人类能少些杀戮吧，麻烦快些，我还急着看那个小爱慕蛇呢。弹幕七嘴八舌的讨论我并不知情。聒噪的小 POPO 系统快叫疯了，宿主宝宝，你都干了什么？灵对你的好感度指标100%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你真是天选攻略女主。嘿嘿，这个任务完成，我也终于解脱了。宝，加油！我呆呆地看向手中的鳞片，狗屎运还能踩到2回，你倒是厉害。不出我所料，毒蛇公主沈小一依旧正常发力。本来双重任务就烦，我不屑搭理她，但是她屡次挑衅，我实在忍不住。没等我开口，洛斯挡在我身前，这位小姐，你有些聒噪。
我笑了一声，拉开洛斯，趾高气扬地走到沈小一面前，轻蔑一笑，但妹妹你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沈小一跺了几下脚，愤愤走开。最终副本迷雾森林中，周月和林天盯着我和我面前的两个人，欲言又止。不仅是洛斯，小人鱼也跟了过来。林久居深海，从未踏足陆地，刚幻化的两条腿用着还不太习惯。他踏着小步凑近我身旁，眼窝有些红。沙，你怎么走得这么快？我差点找不到你。这少年画出的触手怪虽暴力，他却干净澄澈。尤其把我当作沙之后，浑身戾气褪去，俨然一个纯情少年。想到对他的欺骗，我有些于心不忍。森林大雾弥漫，泥泞难行。我握紧林的手，没关系的，林，我牵着你一起走，你就不会找不到我了。余光瞥见身侧的洛斯，他看着我，脸色有些沉冷。洛斯，我看你走的也挺慢的，我也牵着你吧。不待他反应，我笑着牵起他的手。一碗谁得端平点，免得有人在吵架。真不愧是调戏3个 boss 的海后姐姐呀，姐妹吃得太好了，狠狠羡慕。继续，还有第3个变态蛇呢。通关海底宫殿时 ，NPC 机械音出现一次后，至今没再发生。我们4个人漫无目地走着，完全不知道通关最后一个副本的任务。暮色渐晚，森林浓雾弥漫，冷风阵阵。我衣着单薄，禁不住打颤。这么毫无头绪的乱跑也不是办法，不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待新的任务。周月提议道。经过这2天的冒险，大家也有些疲累，便原地休息，生火取暖。火舌舔舐着柴火，刺啦作响。见我伸手靠近火光，灵猛地拽住我的手，一脸焦急。沙，小心，火会把我们人鱼烤化的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正想说话，却忽然注意到洛斯有些异样。他眉头紧皱，看起来十分难受。仅留的那只右眼瞳仁变得异常红，就连眼白似乎也染了红色。我试着叫他的名字，洛斯。他愣了愣，慢慢睁眼，表情陌生又冷漠。恶毒的人类，不配叫我的名字。只一个瞬间，他闪到我面前，尖牙刺进我的肩头。不是吧，这吸血鬼到了晚上会变脸的吗？放开沙。林见状，脸色发青，食指变成了利爪，和洛斯厮打起来。周月他们本就害怕我身边这2个定时炸弹，现在可以说是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干掉他们！周月掏出一柄 AK， 对准了洛斯和林。可下一刻，他就不动了，因为他的身子正慢慢下沉。脚下的土地不知何时变成了一片沼泽，无数白骨起伏，股股冒热气。不止脚下，身后密林一阵窸窣声，大片食人花围了过来。张开血盆大口，伸出裹满粘液的长舌卷起沈小一的胳膊。他的胳膊被粘液腐蚀，瞬间见了白骨。沈小一惊恐着尖叫，哭声震天。我掏出长刀，砍断食人花的长舌，打开刚刚兑换的保护罩，将他罩住。林天也躲了进来。虽然他确实挺讨人厌的，但我终归不能见死不救。你，谢谢。沈小一捂着血肉模糊的胳膊，红着眼抬头。打住！我抬手，就你纯粹顺手，别整那套多余的。我去捞一下周月。沼泽吞噬速度飞快，周月大半个身子都陷了进去。食人花还在不断甩着长舌，靠我自己肯定不能拉他上来。忽然间，我灵机一动，兑换了钩索，勾住食人花，将另一头抛给了周月。周月接着，周月瞬间懂了我的意思，用铁链绑住自己的腰，借食人花的力将周月从沼泽地拽了出来。啪啪啪，密林凭空响起一阵拍手声。人手蛇身的少年从密林深处走出。看不出来啊，姐姐，鞭子玩的有一套，铁链你也挺会。巧了，我也喜欢铁链。我们被白鲫绑进了他的巢穴。九头蛇 BOSS 不一般，他不喜欢痛快地杀死猎物，白鲫喜欢折磨猎物，喜欢看他们自以为脱离一个险境后，又坠入另一个险境的惊惧和绝望，最后永远地困住猎物，直至死亡。这处巢穴堆满了数不清的白骨，应该是以往其他的玩家。洛斯和林都不见踪影。我和周月他们3个面面相觑。突然，一个机械音从天而降：恭喜4位玩家来到最终副本迷雾世界。任务：1小时内找到并杀死迷雾世界的终极 BOSS。提示：终极 BOSS 善于伪装，他有可能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。话音结束，大家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。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隐藏的终极 BOSS。一旦怀疑的种子被种下，他就会在心里生根发芽。人类向来党同伐异。周月、林天和沈小一原本就认识，他们的第一怀疑对象一定是我。果然，林天颤巍巍指了指我，是他吧？我一开始就看他不对劲，怎么吸血鬼对他那么亲近，还有人鱼和九头蛇。她一个瘦小的女生，能单挑3个副本 BOSS， 这太诡异了吧？周月思索片刻，有些迟疑。桑莫，你确实很奇怪，毫无经验的新手玩家，为什么通关这么容易？就像是你本来就知道一样。我后撤几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好啊，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是吧？这么会变脸，怎么不去学川剧？
林天拿出武器对着我，不管了，我们联手弄死他，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万一他真是终极 BOSS 怎么办？出乎意料的，沈小一拖着受伤的身躯挡在了我面前。我说，你们两个别太荒谬，他要是终极 BOSS， 刚刚干嘛还救我们？况且多亏了他，我们才能一路绿灯通关。你们长点脑子行不行？你没听见吗？终极 BOSS 善于伪装，他就是终极 BOSS。林天已经红了眼，嘶喊道：“让开！时间不多了，你想死吗？”周月拿着 AK 指着我，眼神中也没了善意，渐露凶狠。我心情有些复杂，没想到唯一相信我的人，居然是最看不上我的沈小一。人心果然是可怕的。想到这儿，我脑中一闪，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。林天不顾沈小一的阻挠，把他拉走。周月扣动扳机的瞬间，我被一阵浓雾裹住，带了出去。姐姐，你这些人类同胞还真是不堪。白髻的蛇尾缠绕在树杈上，倒吊着晃来晃去，像在荡秋千。洛斯和灵靠在树下并肩站着。我有些奇怪，你们三个怎么在一起？灵委屈巴巴地摇头，没有，杀，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。洛斯略带歉意地冲我一笑，抱歉。你刚刚怎么回事？刚刚他嗜血冷漠的样子让我有点后怕。洛斯自嘲地笑了笑，如你所说，我的确身负诅咒，但我并不相信你是来拯救我的。他忽然抬手摘下了左眼的黑色眼罩，我以为他只是眼睛有问题，却没想到洛斯的左眼眶里黑漆漆的一片空洞。我很是惊诧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白髻翻了个身，语气顽劣，还能怎么回事？你们人类干的喽？洛斯垂眼，缓缓讲述了他的故事。洛斯并非生来就是吸血鬼，在他15岁时，他的家人发现洛斯左眼的瞳孔变成了红色，在那时红瞳是不祥之征，他们生生挖了他的左眼，将他关到了废弃古堡，自生自灭。巧的是，这座古堡真的存在吸血鬼，他们救了洛斯，将他同化，但他们却被人类赶尽杀绝。人类的大巫师还对洛斯种下了诅咒，一到夜晚他就会欲火焚身，痛不欲生。就这样过了1000年，我沉默着听完了洛斯的故事。或许那个15岁的男孩只是生了病，人们却残忍地挖了他的眼睛，将他遗弃。尽管我知道这只是游戏世界，但对这些世界中的人和物来说，却无比真实。姐姐，是不是很心疼？别急着难受，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吗？白髻跳下树，轻轻挥手，周遭景象瞬间变换。那是一场无止境的大火，火焰席卷了整片森林，最终只剩下满地残骸和枯枝落叶。惨白月光从层层之影投射而下，映照着森林，似一幅萧条的画卷。到这里，我已经不用再看下去。我或许已经知道了，这场恐怖游戏的终极 BOSS 是人类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类。愚昧残忍，贪婪暴虐，难怪从没有玩家真正通关这个游戏。杀死终极 BOSS 就是杀死游戏中所有的人类，包括自己。这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游戏。白髻的巢穴中，沈小一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。周月和林天又开始互相猜忌，扭打在一起。林天拿起铁钩刺穿了周月的胸膛，面色狰狞，把你们都杀了，我就通关了，哈哈哈！通关有1亿奖金呢，都是我自己的。人类1000年前射向深海人鱼的钩索，此刻正中他们自己的胸膛。游戏世界或许对你来说是虚构的，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。洛斯戴上眼罩，嗓音沉冷。不，我拿出海底幻境得到的鳞片，看向洛斯，我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。我走到灵面前，将鳞片交给他。灵，我想这是沙托我交给你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沙，我叫桑莫，是你最厌恶的人类。灵攥着鳞片，沉默许久，瘦长的手指微微发颤。我一直都知道你不是沙，我只是想多骗自己一会儿，这样沙就好像还活着。灵，我想我可以让他复活。我握住灵的手，目光坚定。系统，我想宣布一件事情。系统跳了出来，怎么啦，宿主宝宝？我闭了闭眼，我决定放弃攻略所有对象。那你，宝宝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马上就退休了，你现在要辞职，我的业绩呀！系统的声音有些发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用我以前所有的攻略奖励来换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我希望洛斯、灵和白髻的故事可以重新改写，我希望他们平安幸福。我愿意重新替你打工刷业绩，而且不要任何报酬。系统已经绝望，好吧，又要从头干了。警告，由于游戏世界 NPC 觉醒自主意识，本游戏世界将要崩塌，请余下幸存玩家尽快脱离。机械的电子音响彻长空，余烬复燃，熊熊大火再次吞噬着森林。灵红的眼窝颤巍巍捧给我一袋又大又圆的珍珠，桑小姐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。如果能再见到沙，我愿意一生都为你流泪。我不禁失笑，不用啦，灵，你的眼泪很珍贵，要为你所爱而流。白髻抱胸而立，嗤笑一声，喂，你也不怕哭瞎了眼睛？灵偏头嗔怒，都说了我不叫喂。
我摸了摸白季的尾巴，小蛇，你尾巴真挺可爱的，以后不要再折磨人，也不要再求抽打了。白季撇撇嘴，蛇有蛇的癖好，少管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随后来到白季巢穴，一拳打晕了冲我而来的林天。自私鬼，跟着这个游戏世界一起塌陷吧！我踹了他一脚，打横抱起上于七夕的沈小一，准备离开。洛斯忽然走到我身前，满目火光里，他单膝下跪，轻轻抬起我的右手，薄唇吻在我的手背，右眼红眸中闪烁着莫名的光。桑莫，我很幸运遇到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拯救。我靠，没想到这个游戏竟然要让人自杀才通关，不过还是有点意义的。黑化不是 BOSS 的错，毁灭不是唯一的结果。小林也太可爱了吧，呜呜，真希望他能和沙再见面。这什么垃圾游戏 ，bug 这么多，还把我们 BOSS 写得这么惨。我要是 BOSS， 我也恨死人类，来一个我杀一个。不用说，肯定是某一家的，给他一个 bug， 他能在 bug 上建一个游戏，去打低分，让这个游戏下架或者更改吧，给 BOSS 哥哥们一个美好的结局。眼前飘过大量弹幕文字，我微微一笑，大家都记得，这就是真实的。我抱着沈小一踏进了光圈里，潇洒地挥了挥手，再见。尾声，宿主宝宝，攻略任务都开始2星期了，你还没有见到男主。系统的声音在我脑中炸响。我合上手中的书，捏了捏眉心，还不是你找的好女主，上学期挂了3科，害得我这2个星期一直在复习补考，哪有空闲的时候。系统尴尬一笑，哈哈哈，我的失误。不过我打探到，男主今天来这里上公开课，宝，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我打着哈欠应下，托腮看着窗外发呆。早春细雨，无声无息，似席卷的一方轻纱。楼下几个短裙女生举着书本遮雨，嬉笑着跑进教室。哎，你看没看最近特火的那个捡垃圾无限流小说？我看了，还以为是真的捡垃圾，没想到垃圾是指那些垃圾人类。女主特飒，文风很温馨，那个红眼罗斯我还以为是男主呢，结果女主治好他的病就撤了。什么罗斯？人家叫洛斯，是贵族王爵，后面继承王位，整治乱世呢。我还是更喜欢灵莎 CP， 人鱼少年和少女，太纯爱了。还好女主帮助他们重回大海，远离人类，不然真的意难平。其实森林那个小爱慕蛇王也不错，他让女主拿蛇尾抽他的时候，我都要笑疯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人在网上票选女主最搭 CP， 小爱慕蛇的票最高，我还画了他俩的同人图呢。少女们叽叽喳喳，七嘴八舌，像群聒噪的小雀。我侧耳听着，弯了弯唇角。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，那些都是虚幻的。可无论是一串冰冷的代码，或是几页枯燥的文字，只要它们存在，那就是真实的。同学，请问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耳畔响起一道清冽明亮的嗓音。少年高挑瘦削，眉眼浓郁，笑盈盈看着我，眸子圆润而明亮，仿佛含着一层光，如山间明月，晴日白雪。系统疯了一般吼叫：男主来了！宿主宝宝，快说可以，快让他坐，快！我耳朵快要爆炸，面上却是若无其事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可以。窗外樱花绚烂，光透过薄云，跳脱在枝缝间。我们的故事结束了，他们的故事仍未完待续。那就祝大家都在各自的世界里熠熠生辉。